了，王一博把蓝忘机亲爹告了。陈情令出品方，薅羊毛上瘾是吧？看到王一博起诉陈情令出品方这个热搜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啥玩意儿？2026年8月24日，王一博以肖像权纠纷为由，正式起诉陈情令核心出品方新派传媒等5家公司，指控对方拍摄期间偷拍私密花絮，恶意剪辑传播，并在合作结束后长期未经授权将其肖像用于周边、唱片等商业牟利。案件定于10月8日在湖北随州开庭。这场维权将演员肖像授权边界推到台前，对娱乐圈艺人肖像保护具有标志性意义。后来一查才知道，闹了半天，王一博告的是新派传媒，就是当年让他凭蓝忘机一夜爆红的那个出品方。好家伙，这是把亲爹告了。但仔细一看起诉内容，我只想说一句，告得好，早就该告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年拍《陈情令》的时候，王一博跟新派传媒签的合同，肖像授权仅限剧集播出和官方宣传，有明确的时间边界，意思就是剧播完了，咱俩的合作也就结束了，你别再用我的脸赚钱了。起诉内容显示，新派传媒在拍摄期间大量偷拍包括艺人换装在内的私密花絮，通过恶意剪辑、拼接镜像等方式传播扭曲视频，用以绑定艺人，制造话题。合作结束后，被告方未经授权持续将王一博肖像制成 DVD、周边商品、收藏卡及国风音乐专辑高价售卖，甚至用于乙女向游戏开发牟利。演员许可的是在剧里出现，不等于许可在剧外任何地方被用来赚钱。超期、超范围使用肖像均构成侵权，这正是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争议焦点。结果新派传媒怎么干的？剧都完结多少年了，还在拿王一博的肖像做周边售卖，做收藏卡，做小卡，甚至开发以女向游戏来牟利，还偷拍人家换装的私密花絮，恶意剪辑之后到处传播，这不就是薅羊毛薅上瘾了吗？更离谱的是，新派传媒现在已经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赖，涉诉金额超千万。一个老赖公司还在那拿别人的脸赚钱，这不叫侵权叫什么？但话又说回来，我得严肃告诫一下王一博同学，兄弟，你2019年凭《陈情令》爆红，那时候你多大？22岁。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第一次演大 IP， 合同签得不够严谨，我能理解。但是你后面红了这么多年，团队换了多少波了，合同审核这件事怎么还能留漏洞？你这是对不起粉丝啊！粉丝为你氪金，为你打榜，为你跟黑子对线，结果你呢？让人家拿着你的脸做乙女游戏，卖周边，粉丝的钱包被割了一轮又一轮，你在那忍让无果。忍什么忍？早干嘛去了？王一博此次维权对娱乐圈艺人肖像保护有何影响？过去艺人常碍于合作纠葛选择妥协，王一博选择拿起法律武器，对出品方及衍生公司进行从源头到终端的全链条追责，覆盖版权方、周边制作方及终端销售商。多个案例印证，演员对影视形象的许可通常仅限剧集播出与宣传，合作结束后继续商用及越过红线。此次维权将这一行业普遍现象推入司法程序，有助于厘清剧集版权与演员肖像权的界限。此次诉讼对象涵盖 IP 方、出版方、周边商、
销售商等。这一模式降低了艺人单点维权的成本，对行业内超范围使用肖像牟利的行为形成法律威慑。合同细化，本案提示艺人需在合同中明确授权期限与使用范围，避免一揽子授权模糊地带。平台与行业跟进，此前中广联和演员委员会已声明，未经书面授权严禁擅自采集、合成、传播艺人影像。本案或加速平台对侵权素材的审核下架机制，法律保障健全。随着 AI 换脸、深度合成等新技术带来的肖像侵权新形态，司法实践正逐步完善，从固定证据、发函、诉讼到执行的维权流程，为艺人肖像保护提供更清晰的路径。我不是说你不该维权，我是说你早该维权了。等到人家薅了你这么多年羊毛才起诉，你这反射弧是不是有点长？所以这次起诉，我举双手支持。5名被告涵盖了出品方、出版方、衍生品制作方、电商销售方，整条产业链一网打尽。这才是正确的维权姿势，要么不告，告就告个大的。至于新派传媒，一个老赖公司，早点把该赔的钱赔了，该撤的侵权物料撤了，别在那死撑了。法院10月8号湖北随州开庭，到时候缺席裁判丢人的可是你自己。散了，正能量艺人王一博井号有没有真爱粉？评论区谈谈你们看法。说到底，这场官司真正值得关注的，并不是王一博和陈情令出品方之间有没有所谓的恩怨，而是一个演员在合作结束之后，到底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肖像和合法权益。如果起诉内容最终经法院认定属实，那么我认为王一博这次维权是对的，而且不仅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给整个行业提了一个醒。陈情令曾经成就了蓝忘机，也让王一博迎来了事业的重要转折，这份合作的价值当然值得承认。但曾经互相成就，并不意味着一方可以无限期使用另一方的肖像，更不意味着过去的合作可以成为长期商业牟利的通行证。真正的知恩图报，从来不是对不合理的事情一味忍让。人情可以讲，但法律底线不能模糊；旧情可以记，但合法权益同样应该被尊重。而且这次案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，它让大家重新看到，演员在一部作品中的付出，不应该随着作品结束就失去对自身形象的控制权。如果今天是王一博，明天也可能是其他演员。只有有人愿意站出来，把问题真正交给法律解决，行业才会越来越清楚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当然，目前案件尚未审理，最终结果仍然应该以法院判决为准。我们可以支持王一博依法维权，但也应该尊重司法程序，不提前替法院下结论。所以，对于这一次王一博选择拿起法律武器，我个人是支持的。不是因为他是明星，也不是因为他是陈情令的蓝忘机，而是因为任何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，都应该有站出来说不的权利。那么你怎么看？如果你是王一博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你会选择继续顾及昔日合作情谊，还是像他一样直接拿起法律武器？如果你也认同人情归人情，法律归法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让更多人看到这场维权背后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。也希望大家理性关注案件进展，不造谣，不攻击任何一方，把最终答案交给法律。这里是黎春正。
如果你认可我们坚持用作品、事实和法律角度去聊娱乐圈故事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和支持黎春正。你的每一次点赞、评论和关注，都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我们一起等10月8日，看这场官司最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。